我帮村民养虾卖虾，一年净赚800万，他们却污蔑我吃回扣赚黑心钱。早知道把虾全砸烂扔猪圈喂猪，也不让我染指分毫。第2年我不帮他们养了，转头去帮隔壁全是盐碱地的大荒村搞微生态活水繁育，没想到赚得盆满钵满。而白水村却因为乱改设备，导致小龙虾死绝。看着天价违约金，他们哭着跪求我回去帮他们，我只是笑了笑。当初把我逼走的，不正是你们自己吗？来，让我们敬陈默一杯。要不是陈默这小子从大城市带回来的新技术，咱们村的几百亩废水塘能养出这么肥的小龙虾吗？这第一批出栏，咱们全村就净赚了800万呐！村主任刘广生举着酒杯，一张胖脸喝得通红，唾沫星子横飞。底下的村民纷纷举杯，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狂热。有人在盘算着翻修房子，有人在商量着给儿子买车。我揉了揉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干了杯里的白酒。火辣辣的感觉顺着喉咙流进胃里，却缓解不了我连熬了半个月通宵的疲惫。我是陈默，原本在省城做生鲜供应链的架构师。为了把家乡的死水塘盘活，我辞了100万年薪的工作，砸进了自己工作5年攒下的200万积蓄，改造水质，研发特种饲料。最重要的是，我倒贴钱给村里建了一套活养冷链物流站。小龙虾这东西一旦出水，死亡率极高，但在我的冷链运输下，白水村的虾能以98%的存活率直达1线城市的顶级连锁餐厅。这就是我们能卖出好价钱的原因。大家开心就好，这只是第一批，等第2批虾高肥了，利润还能再翻1成。不过，接下来的冷链基站还得扩建，大家这2天辛苦点。突然，我的发小赵强猛地将一本账册砸在了饭桌上。陈默，说这些之前是不是该好好对对账啊？喧闹的大院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强子，你发什么酒疯？账目不是昨天会计都核算过了吗？昨天核算的是你给我们看的洋账。陈默，你真把全村人当傻子耍？你在外面打工学到的本事，就是回村来吸我们这些乡亲们的血吗？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我猛地站起身。强子，你瞎放什么屁？我放屁！赵强一把翻开账册，举在半空中。大家看看，这是我托市里的熟人去查的生鲜物流底单。陈默报给我们的冷链运输费是1吨1500块，但实际上呢，他用的货车和制冷设备加上过路费，1吨的成本顶天了才600。人群中立刻传来倒吸凉气的声音。赵强越说越激动。还有他非逼着我们买的那种特种饲料，30块钱1斤。我找人看了，里面的成分跟镇上8块钱1斤的普通饲料一模一样。这1年下来，陈默起码在中间吃了我们500万的回扣。500万！我的老天爷！我说他怎么那么好心跑回来带我们致富，原来是大头全进他自己口袋了，黑心肠啊！连自家人都坑！一瞬间，刚才还对我感恩戴德的村民们眼神全都变了，那些狂热变成了质疑、愤怒，甚至是毫不掩饰的怨毒。我死死盯着那本漏洞百出的账册，心底涌起一股极度荒谬的感觉。普通饲料，我配的饲料里加了稳定水质的微量元素和预防黑塞病的抗体素，那是肉眼能看出来的吗？冷链成本600，他不把液氮损耗、活养泵折旧和沿途补给站的维护费算进去，只算个油费和过路费。赵强，你脑子进水了吗？冷链的核心是活养和温控系统，你只算油费，还有饲料。村主任刘广生突然站了出来，他那张刚才还笑成一朵花的胖脸上，此刻布满了冷酷和鄙夷。你少在这儿拽什么专业名词！陈默，强子把证据都拍在我脸上了。我们念在你是本村人的份上，不想报警抓你。你现在把合作社的公章交出来，还有那个冷链基站的钥匙。从今天起，白水村的小龙虾不用你管了。看着刘广生那副有恃无恐的表情，再看着赵强眼底藏不住的贪婪和得意，我突然全明白了。他们不是真的觉得我贪污了，他们是觉得这套模式已经跑通了，钱赚到了，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刘主任，你确定要这么干？我气急反笑。冷电基站的设备是用我的钱垫资买的，水质维护的技术全在我的脑子里。你们把我踢出去，就不怕这摊子砸在手里？吓唬谁呢？赵强抄起板凳猛地砸在地上。喂虾谁不会？不就是按时撒料吗？冷链机房不就是几个大冰柜？没你这吸血鬼，我们赚的更多。就是滚出白水村，把骗我们的钱吐出来！群情激愤，有几个年轻力壮的甚至已经围了上来，手里攥着酒瓶和铁锹。我看着这群我熬了半年心血带出来的人，
心底最后那一丝故乡情结彻底被烧成了灰烬。我心灰意冷地站起身。刘主任，赵强脑子蠢，我不怪他，但你是个老狐狸，就凭你们俩，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吞我的盘子。告诉我，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是谁在背后给你们兜底，让你们觉得离了我沉默，你们的虾还能卖得出去？刘广生脸色微微一变，但紧接着冷笑一声：“陈默，你确实聪明，但你挡了别人的财路。人家说了，只要赶走你，以后的虾全部免物流费，比你的价格再高2成收购。”我眼眸猛地一缩，免物流费、高价收购，在这个行当里能开出这种违背商业常理条件的，只有为了抢占区域垄断权不择手段的资本大鳄。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村民背叛，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商业猎杀。我连1秒钟都没有多留，转身走出了村委会大院。身后有人点燃了一挂早就准备好的大地红鞭炮，欢呼声震耳欲聋，噼里啪啦的炸响声在闷热的夏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他们像是在庆祝推翻了一个剥削他们的地主，又像是在迎接即将到来的破天富贵。我回到村委那间租来的砖房收拾行李，门刚推开，赵强就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挤了进来，像防贼一样死死盯着我。陈默，丑话说在前面，公家的东西你一根螺丝钉都不准带走。赵强手里掂量着一根实心木棍，眼神里满是小人得志的猖狂。这些可都是我们白水村的集体财产。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我拉开拉链，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然后拔下桌上那台黑色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塞进包里。那是我的工作本，白水村那套活氧冷链系统的核心温控算法，以及特种饲料的微量元素配比，全在这个硬盘里。外面的硬件设备、制冷机、活氧泵，确实是用我的200万积蓄买的。但既然已经翻脸，我懒得去跟这群法盲扯皮打官司。硬件他们拿去也只是个空壳，没有我的核心参数实时校准，那套精密设备不出半个月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背上包，我大步迈出房门，刚走到村口那棵大榕树下，一辆黑色的奔驰 S 级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那里。车门推开，一个西装革履、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村主任刘广生立刻满脸堆笑迎了上去。王总，您怎么还亲自跑一趟？虾我们已经打包好，马上就能装车了。我停下脚步，眼睛微微眯起。王凯，林氏水产大佬徐海成的头号心腹。徐海成这几年一直在疯狂扩张生鲜版图，早就眼红我打通的这一条高存活率冷链直供渠道。看来这就是刘广生和赵强敢一脚踢开我的底气。王凯拍了拍刘广生的肩膀，目光却越过他，直勾勾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他嘴角勾起一抹得胜者的嘲讽，迈步朝我走来。陈总，久仰了。说实话，你设计的这套冷链基站确实漂亮。徐董让我替他谢谢你，花了200万替我们把前期最苦的基建活给干了。他故意把200万3个字咬得很重，眼神里满是戏谑。不用谢，硬件好偷，核心技术没那么容易消化。下个月就入伏了，希望你们的人懂得怎么在38度的高温下处理水体氨氮飙升和冷链温差骤变的连锁反应。王凯嗤笑一声，陈总，都这个时候了，就别吓唬人了，不就是制冷加打氧吗？我们集团手下几百号技术员还玩不转你这几个冰柜，你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听说你可是净身出户，晚上有地方睡吗？这就不劳王总费心了。我没再理会他的挑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走到半路，我隐约听见身后传来刘广生的声音：“王总，那咱们之前说的免物流费再加价2成收购。”放心吧，老刘，合同我都带来了。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集团给你们这么优厚的条件，你们也得保证质量。合同里有一条附加协议，如果死虾率超过5%或者出现病虾，不仅要退回全款，还要赔偿集团10倍的渠道违约金，有问题吗？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这设备好着呢，虾怎么可能死啊？强子，赶紧签字。刘广生被眼前的暴力冲昏了头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我在黑暗中冷笑出声：10倍违约金。徐海成的算盘打得真精，他根本不是来做慈善，他是要在白水村榨干最后一丝利润后，用1纸违约金把白水村的土地和水塘全部合法的吞并过去。刘广生啊，刘广生，你以为抱上了资本的大腿，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咬下了带血的毒饵。3个小时后，我浑身是汗地站在了距离白水村15公里外的大荒村。这里和水草丰美的白水村不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庄稼种不活，连草都长得稀稀拉拉。村里的青壮年早就跑光了，只剩下几十个老弱病残，穷得叮当响。我走到村口那个破败的砖窑前，大荒村的老村长李建国正蹲在地上抽着旱烟，抽得直叹气。我走过去喊了一声：“李叔。”李建国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哟，这不是白水村的陈家小子吗？大半夜的，
你怎么跑我们这穷山沟来了？我放下背包，直接在他对面的石头上坐下。想不想把你们村这几千亩废盐碱地变成金疙瘩？李建国苦笑一声：“小陈，你就别拿老头子寻开心了。这地咸得发苦，连癞蛤蟆都不往这儿蹦，能生出什么金子？普通的虾当然活不了，我知道。但我这半年在实验室里，刚好调配出了一种专门针对重度盐碱水质的微生态活水循环算法。在这种水里养出来的虾，不仅不会死，而且因为高渗压，虾肉会异常紧实。”腹部雪白，没有任何土腥味，我管它叫水晶虾。白水村那种低端泥巴虾我早就看不上，我要在这里建一个生态活体直供基地，专供一线城市的米其林餐厅和顶奢酒店。1斤虾我要卖到200块。李建国夹着烟袋的手猛地一哆嗦，烟灰掉在了布鞋上，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而此时，在15公里外的白水村，赵强正兴奋地站在冷链基站的控制台前，随手按掉了总启动键，屏幕上亮起红光，弹出一行黄色的警告字符：检测到环境温度异常，请进行参数重新标定。标定个屁！什么破机器这么麻烦？赵强骂了一句，直接按下了强制跳过和最高档制冷。伴随着压缩机一阵沉闷的轰鸣，机器强行运转了起来。属于白水村的死亡倒计时正式开始了。另一边，李建国呆呆地看着我，200块1斤。小陈，你怕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吧？市面上的小龙虾撑死了也就20-30块钱，你当我们大荒村这苦咸水是王母娘娘的瑶池啊？李叔，那是泥坑里长大的普通虾，盐碱地的水盐度和碱度高，在这种极端环境里，小龙虾为了生存，体内的渗透压会发生改变，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我顿了顿，眼神灼灼地盯着他。第一，虾壳会变得极度坚硬透亮；第二，虾肉的纤维会紧实到弹牙的地步；第三，高碱环境自带杀菌效果，虾鳃雪白，绝不会有一丝土腥味。只要我们铺设防射膜，配上我的微生态循环算法，把水体毒素降解掉，这里养出来的虾就是生鲜市场上的奢侈品。李建国听得一愣一愣的，虽然不太懂什么渗透压，但他听懂了奢侈品3个字。可是老头眼里的光刚亮起，又暗淡了下去。小陈，不瞒你说，咱们村账上连2000块钱都拿不出来。你说的那个什么防渗膜、循环泵，我们拿啥去建呢？钱我来出。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张银行卡。我在省城还有一套80平的房子，昨天已经抵押了，加上我手里最后一点底子，一共凑了300万。这笔钱全部用来做大荒村的基建。我看着李建国震惊到微微颤抖的嘴唇，语气没有一丝波澜，仿佛押上的不是我的全部身家，而是一顿早饭钱。李叔，我出技术和全部资金，你们出这5000亩没人要的盐碱地，外加全村的劳动力，利润我拿70%，村里拿30%，敢不敢跟我赌这一把？赢了大荒村家家户户盖小洋楼，输了我沉默去跳江，你们也就是白出了点力，地还是你们的地。夜风吹过破败的砖窑，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李建国死死盯着那张银行卡，又看了看我那双布满血丝却犹如孤狼般的眼睛。半晌，老头猛地起身，干了！大荒村穷得连鬼都不愿意来，还有什么好怕的？老子明天就敲锣，把全村的老小都叫起来，给你挖糖铺馍。接下来的1个月，我彻底扎根在了大荒村，头顶是37、8度的毒太阳，脚下是白花花直反光的盐碱地。大荒村的村民们展现出了什么是吃苦耐劳。没有挖掘机，他们就用铁锹和十字镐，硬生生的在板结的盐碱地上挖出了一个个标准化的阶梯式养殖塘。我亲自盯着每一张高分子防渗膜的铺设，将各种管道像毛细血管一样埋进地下，最后连接到我亲手焊接的微生态中央控制柜里。就当我们在泥水里打滚，疯狂搞基建的时候，15公里外的白水村却陷入了一场金钱的狂欢。第一批10吨小龙虾浩浩荡荡地发往了省城。徐海城的集团果然财大气粗，不仅全免了物流费，还按照比市场价高2成的价格，当场结清了货款，足足60万的现金，成捆地堆在白水村村委会的桌子上。赵强手里攥着一把100元大钞，嚣张地在村民面前挥舞。看到没？看到没？我就说陈默是个骗子，机器只要开到最大档，虾照样活蹦乱跳。我们自己买便宜饲料，照样长得肥。之前那几百万全让那姓陈的王八蛋给贪了。村民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火光。乡亲们，既然徐老板那边无限量收购，咱们还等什么？把村里剩下的水沟烂泥塘全都利用起来，加大放苗量，饲料就买镇上最便宜的，死命的喂。下个月我们要翻倍的赚。整个白水村疯了，为了追求产量，他们把原本1亩地800斤的养殖密度强行拉高到了恐怖的3000斤。为了省钱，他们停掉了我之前配的富含微量元素和抗生素的特种饲料，全部换成了几毛钱1斤的劣质饲料。不仅如此，赵强嫌水流太小影响效率，直接把冷链基站的进水过滤网给拆了。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白花花的银子，却根本不知道悬在他们头顶的剑已经摇摇欲坠。8月5日3伏天，我站在大荒村新建
建成的控制塔上，看着脚下一片片如同蓝宝石般清澈的养殖塘，水面下密密麻麻的水晶虾正在欢快地游动，它们的外壳在阳光的折射下，竟然真的泛起了一层类似琉璃般的半透明光泽。微生态循环系统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嗡鸣，将盐碱水中的有害物质精准分解，再转化为虾类所需的矿物质，一切都在按照我的算法完美运行。这时李建国爬上控制塔，老脸笑成了菊花。小陈啊，你真是神了，这虾长得也太漂亮了，不仅个头大，那钳子更是孔武有力。再过1个礼拜，咱们第一批虾就能出栏了吧？我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目光却投向了白水村的方向。李叔，不急，好戏才刚刚开始。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最高气温会突破42度，持续至少1个星期。李叔，你知道什么叫黑鳃病吗？李建国愣了一下。啥病？一种在高温高氨氮水质下专门针对小龙虾的烈性传染病，一旦爆发，3天之内整塘的虾会从鳃部开始发黑腐烂，最后整池的翻白肚皮。白水村的那帮人把制冷机当成了万能神药，明天徐海城的第2批货款就要变成催命符。接下来连续3天的高温，让整个白水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桑拿房，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只有令人窒息的闷热，以及一股越来越刺鼻的类似于臭鸡蛋混合着死鱼的腥臭味。正午时分，赵强连滚带爬地冲进了村委会办公室，满脸煞白地喊道：广生叔，出事了，出大事了！水塘里的虾全飘起来了。正躺在藤椅上吹空调做着发财梦的刘广生猛地惊醒。瞎嚎什么？天热虾浮头透气很正常，赶紧开增氧机啊！开了，全开到了最大档，没用啊！您快去看看吧，不是浮头，是翻白肚皮了，而且那些虾的腮帮子全黑了。刘广生脑袋里嗡的一声，鞋都没穿好，光着一只脚就往外跑。等他们赶到村里最大的那个养殖塘时，眼前的景象让刘广生两眼一黑，差点一头栽进水里。原本应该清澈见底的水塘，此刻变成了一锅浓稠的墨绿色毒汤。高温彻底引爆了那些沉底的劣质饲料残渣，水体中的氨氮指标直线飙升，水面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一层死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而在水下，更多还没死透的小龙虾正疯狂地往岸上爬，随便捞起一只就能看到它们原本白净的腮部，此刻已经变成了腐烂的焦黑色黑鳃病。在这个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如同瘟疫一般，在超高密度的虾群中彻底爆发了。刘广生浑身哆嗦着，嘴唇发紫。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陈默在的时候，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啊！叔，现在提那个瘟神干嘛？肯定是这鬼天气闹的。现在怎么办？今晚王凯就要来拉第2批货了，整整20吨。要是交不出货，按照合同，咱们得赔徐海城10倍的违约金，那可是大几百万啊！把咱们全村的房子抵押了都不够赔。听到10倍违约金，刘广生如坠冰窟，原本发热的头脑瞬间清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亡命徒般的疯狂。不能赔，死也不能赔！刘广生一把揪住赵强的衣领，布满红血丝的眼珠子死死瞪着他。听着，趁着现在还有大半的虾没死透，立刻敲锣让全村人来捞，死的扔掉，只要是活的，管他是不是黑鳃病，全给我捞进冷电基站里去！赵强愣住了。可是叔，那些病虾王凯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而且他们根本撑不到省城。刘广生一巴掌扇在赵强后脑勺上，恶狠狠地说道：你是不是猪脑子？陈默那套冷链设备不是牛逼吗？你把温度给我调到最低，直接给他们冻僵，只要虾一僵，腮部的黑色就不明显了。等运到了省城的仓库，验收一过，就算他们解冻后发现虾死了或者有病，那也是运输途中和他们保存不当的问题，跟咱们白水村有什么关系？赵强猛地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招简直是把徐海城当成傻子在骗。可是面对倾家荡产的绝境，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赵强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干了，这就去把制冷机开到最大档，给他们来个急冻。说完转身就往冷链基站跑。一场丧心病狂的自救在白水村疯狂上演，全村男女老少顶着毒太阳，像疯子一样在发臭的泥坑里捞着那些病入膏肓的虾，然后一股脑的塞进被赵强强行开启了极限深冻模式的冷链车厢里。他们根本不知道陈默留下的那套核心冷链算法，关键在于控温活氧，让虾进入休眠状态，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急冻。失去算法保护的极限低温，加上病虾体内本就脆弱的器官，只会加速它们的死亡与腐败。而此时15公里外的大荒村，我正坐在树荫下悠闲地喝着冰镇酸梅汤，面前的微生态控制面板上，各项数据在42度的高温下依
然稳如泰山。高碱度的水质本身就具有强效杀菌作用，那些试图滋生的黑腮病菌还没来得及繁殖，就被循环系统无情地绞杀了。水底下那一批批外壳坚硬、晶莹剔透的水晶虾，正生龙活虎地争抢着我特配的高级饵料。李建国抹着汗，还是有些不放心。小陈啊，这天热的邪乎，隔壁白水村听说水都臭了，咱们这真没事儿？我冷笑了一声，让村民们今晚早点睡，养足精神，明天就有好戏看了。晚10点，王凯带着5辆重型冷藏车准时停在了白水村的村口。刘广生和赵强对着满脸谄媚的笑迎了上去。王总，20吨货全在基站里冻着呢，保证新鲜。王凯连车都没下，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装车吧。由于冷链车厢里被赵强调到了零下10几度，冻得跟冰窖一样。王凯的手下只是随便打开看了看最上面的几筐，表面上那些虾确实被冻得硬邦邦的，看不出什么异常。王总，没问题。王凯车窗缓缓升起，走，回省城。看着5辆冷藏车消失在夜幕中，刘广生和赵强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了。蒙混过关了，叔，咱们躲过一劫了。然而他们脸上的笑容仅仅维持了不到6个小时。凌晨4点，省城徐海城集团的中央冷链集散中心，王凯正指挥着工人打开车厢的后门。当车厢门被拉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浓烈的恶臭如同火山喷发般扑面而来。站在最前面的2个卸货工人被这股毒气熏得当场翻了白眼，直接呕吐着瘫倒在地。王凯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捂着口鼻，强忍着恶心冲到车厢前。只见那20吨被吹嘘成极品的小龙虾，在离开极限低温的短短10分钟内，已经化作了一滩滩散发着黑水的烂肉，每一只虾的腮部都呈现出令人作呕的死黑色。这哪里是高档食材，这根本就是整整5车高浓度生化武器。就在这时，王凯的手机像催命符一样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徐海城。王凯颤抖着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徐海城冰冷刺骨的声音：王凯，这批货要是出了问题，你就可以直接去跳海了。我刚接到消息，省城卫生局和市场监管局的人已经到我们集散中心门口了。王凯的瞳孔瞬间放大，冷汗如瀑布般涌出。他猛地转头看向白水村的方向，眼神中爆发出要把人生吞火钵的杀意。清晨6点，白水村的村民们还在做着发财的美梦，村委会大院的铁门却被砰的一声强行撞开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像下山猛虎一般冲进院子，刺耳的刹车声瞬间撕裂了村庄的宁静。刘广生连滚带爬地披着衣服冲出房门，赵强也揉着惺忪的睡眼。当他们看清院子里站着的人时，昨晚的侥幸瞬间灰飞烟灭。王凯双眼布满可怖的血丝，西装外套已经不见了，领带被扯得松松垮垮，他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饿狼，死死盯着眼前的2人。王总，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货不是昨晚刚拉走吗？王凯根本不废话，猛地一挥手，身后的几名壮汉抬着2个巨大的塑料筐，走到刘广生面前，哗啦一声，直接倒扣在地上。几百只已经完全腐烂发臭，腮部呈现出死黑色的死虾，散落在刘广生和赵强的脚边。刘广生，你胆子够肥啊！拿染了黑腮病的温虾急冻，跑来骗徐董的钱，你知不知道？卫生局的车就堵在集散中心门口，徐董名下的3个大型连锁生鲜超市今早全部被勒令停业整顿。王总，误会，这绝对是误会。装期的时候他们还是活的呀！去你妈的误会！王凯一脚将刘广生踹翻在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厚厚的文件，狠狠砸在刘广生的脸上，纸张散落一地，上面鲜红的公章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不用跟我演戏了，20吨货4万斤，我们按30块1斤的溢价收购，货款是120万。王凯冷冷地俯视着他们，身旁的西装律师面无表情地推了推眼镜，开始宣读合同条款。根据双方签署的附加协议，如出现病虾或死虾率超标，属于严重商业违约及欺诈行为，需退还全额货款，并赔偿10倍违约金，合计1200万，外加集团名誉损失及行政罚款300万，总值1500万。听到这个天文数字，刚跑过来围观的村民们集体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1500万！赵强眼珠子都红了，抄起一把铁锹。你放屁！抢钱啊你们！合同是你逼我们签的，虾是你们自己运回去没冻好捂死的，凭什么让我们赔？王凯冷笑一声，不知死活的东西！身后的保镖立刻上前，一记凌厉的扫腿，直接将赵强手里的铁锹踢飞，紧接着一记膝撞狠狠顶在赵强的肚子上。赵强痛得惨叫一声，像只煮熟的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着酸水。各位，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从现在起，你们白水村的所有养殖水塘、冷链基站以及你们名下的房屋，全部进入查封冻结程序。如果不交出1500万，
你们就等着坐牢，然后全村老小睡大街吧。直到这一刻，白水村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资本屠刀的冰冷与无情。徐海成从一开始就在挖坑，这根本不是什么合作，而是一场合法的兼并掠夺。那套冷链设备，这片水塘早就被他们算计得死死的了。而亲手把村子推向深渊的，正是赶走陈默、贪图暴利的刘广生和赵强。村民们疯了，他们不敢打王凯，转而疯狂地扑向地上的刘广生和赵强，拳打脚踢，哭喊着要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和救命钱还回来。整个白水村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与白水村的哀鸿遍野不同，此刻的大荒村正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我站在盐碱地改建的生态水系旁，看着工人们熟练地进行着第一次试捕。随着一张大网缓缓拉起，水面上瞬间翻腾起一片耀眼的波光，网里密密麻麻全是体长接近20厘米、外壳坚硬透明，在阳光下折射出琉璃般光泽的水晶虾。它们生命力极其旺盛，在网兜里疯狂弹跳。站在我身旁的是省城顶级餐饮集团鼎石轩的采购总监周红，他是我以前在供应链圈子里的老相识，以眼光毒辣、要求苛刻著称。周红随手抓起一只水晶虾，看着它雪白透明的腹部和干净的腮丝，眼中爆发出难以掩饰的狂热。陈默，你真他娘的是个天才，在盐碱地里养虾，还能把肉质渗透压逼到这种极品状态。这虾没有一丝土腥味儿，肉质绝对比澳龙还要紧实。周总，别光看，验验成色。周红根本不用仪器，他直接让人白灼了几只，连任何蘸料都没有。剥开晶莹剔透的虾壳，一口咬了下去，清脆的咔嚓声响起，虾肉 Q 弹紧实，带着一丝回甘的鲜甜，瞬间在口腔里炸开。神仙品质，绝对的神仙品质。周红眼睛发亮，死死抓着我的手。老规矩，你的货我全包了，开价吧。我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竖起2根手指。我之前说过的，这东西走的不是大排档，是高奢路线，200块1斤，而且运费你们自持。我的微生态冷链只负责打包休眠，绝不死虾。200。周红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价格比市面上的普通小龙虾贵了整整10倍，但他只犹豫了不到3秒钟。成交。第一批出水多少？我要10吨。先传后货。周红斩钉截铁地说道。对他这种主打高端的餐厅来说，独一无二的食材就是无价的护城河。老村长李建国在一旁听着2腿直发软，心脏病都快犯了。200一斤，10吨，那就是400万。而且这只是大荒村第一批试水的产量。大荒村这片被诅咒的盐碱地，真的飞出了金凤凰。而就在我们准备签合同的时候，大荒村的村口跌跌撞撞地跑来了几个浑身沾满恶臭泥水的人，为首的正是鼻青脸肿、仿佛老了10岁的刘广生，以及被村民打断了半颗门牙的赵强。他们扑通一声跪在了盐碱地的防渗膜边上。陈总，救命啊！你救我们白水村吧！我看着他们像狗一样趴在地上，眼神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彻骨的冰冷。游戏终于进入我最喜欢的环节了。刘广生和赵强跪在泥水里，连滚带爬地扑到我脚边。莫哥，莫爷，我们被徐海成坑惨了，1500万啊！全村人去卖血也赔不起啊！求求你，看在都是一个村长大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刘广生更是老泪纵横，狠狠抽着自己的耳光，每一巴掌都扇得脆响。小陈，是叔猪油蒙了心，是我们眼皮子浅。那批冷链设备你最熟悉，你跟徐老板说说，虾死是因为机器坏了，不关我们的事儿好不好？只要你肯出面作证，村里那套设备还有几百亩水塘全还给你。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这2个如同丧家之犬般的男人，心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跳梁小丑般的悲哀。还给我，刘主任，你是不是忘了，那套冷链基站本来就是我花200万建的，你们强抢过去，搞砸了。现在又拿我的东西来跟我谈条件。我往旁边侧了一步，让出了身后刚刚捕捞上来的那10吨水晶虾。阳光下，一只只硕大晶莹剔透的水晶虾在网兜里疯狂弹跳，散发着勃勃生机。刘广生和赵强看着这些虾，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们养了一辈子泥巴虾，何曾见过品相如此恐怖的极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城鼎石轩的采购总监周总，这批虾周总全包了，你们猜猜多少钱1斤？刘广生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试探着比划了一个数字50。周红在一旁嗤笑出声，摇了摇头。陈老弟这手艺，50块连个虾壳都买不到，200一斤，先传后货，就这10吨，400万现金，我已经让人打到大荒村的账上了。
200。听到这个数字，刘广生像被雷劈了一样，一屁股瘫坐在烂泥里，双眼空洞，浑身颤抖。赵强更是发出了一声犹如野兽般的惨嚎，双手死死抓着头发，指甲深深抠进头皮里。现在知道心疼了。我蹲下身，直视着刘广生那双充满懊悔的眼睛，一字一顿地撕开他们最后的遮羞布。你们真以为我配的30块1斤的特种饲料是用来吃回扣的？那是高浓度的微生态抑菌酶，是为了压制高密度养殖下的氨氮毒素。你们换成几毛钱的饲料，就等于是在水里投毒。你们真以为冷链就是个大冰柜？那是活体休眠舱，需要算法实时调节溶氧量和温度曲线。你们把进水过滤网拆了，把温度调到最低给病虾急冻，这就是在加速它们的腐烂。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把重锤，将他们的心理防线砸得粉碎。你们自作聪明的平替和省钱，亲手按下了引爆全村的核安难。徐海城的坑是挖得好，但如果不是你们贪得无厌主动跳进去，他根本拿你们没办法。小陈，陈总，我们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现在这么赚钱，400万眼睛你都不眨一下，你借给我们1500万吧，算我们白水村借你的，以后我们给你当牛做马。我毫不留情地一脚将他踹开。刘广生，你太高看自己了，你们当牛做马值1500万吗？想让我救你们，下辈子回去告诉白水村的人，老老实实等法院的封条。等你们破产清算资产上拍卖会的时候，我会以最低的底价把白水村的冷链基站和水塘合法的买回来。至于你们欠徐海城的那些还不清的烂账，欢迎你们到时候来我的工厂应聘临时工，用下半辈子的血汗钱慢慢还。说罢，我再也没看这两个废人一眼，转身走向控制塔。身后的泥水里传来了赵强崩溃的干呕声和刘广生嚎啕大哭的绝望嘶吼。当天晚上，省城徐海城集团总部顶层，奢华的老板椅上坐着一个身材精瘦、眼神如鹰隼般锐利的男人，他就是垄断了全省70%生鲜渠道的水产大佬徐海城。王凯低着头，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桌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你是说，鼎石轩的周红拒绝了我们高价推销的那批澳洲龙虾，转头去了一个叫大荒村的盐碱地，拉了10吨名不见经传的小龙虾？是的，董事长。王凯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我去打听了，那个大荒村背后的技术骨干，就是之前被白水村赶出来的陈默，他养出了一种叫水晶虾的东西，卖到了200块1斤的天价。徐海城动作一顿，杯里的红酒荡起一圈涟漪。200块1斤，还能在盐碱地里养？徐海城眯起眼睛，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瞬间意识到了这背后的恐怖潜力。有意思，把白水村的那点破资产给我立刻强制执行，逼死他们，然后去查查这个沉默的冷链运输路线。既然这小子想玩高端局，那我就教教他，在这片地界上谁才是规矩。徐海城猛地将高脚杯砸在桌上，玻璃碎裂，猩红的酒液溅落一地。徐海城要在省城的地界上封杀一个人，通常只需要一句话。3天后，正是大荒村向鼎石轩交付10吨水晶虾的日子。通往省城的必经之路停着3辆黑色的路虎，王凯靠在车门上，手里掂着一根棒球棍，眼神阴鸷地盯着远处的地平线。10几名5大3粗的汉子散布在四周，将路口堵得严严实实。一个马仔凑上前，王总，徐董发话了，今天连一只大荒村的虾米都不准进省城。王凯接过烟，冷笑一声：“那是自然，在我们的地盘做生鲜，还想绕过徐董的盘子？陈默懂点养殖技术，就以为能上天了。今天我就教教他，物流这条道水有多深。”正说着，远处的公路上扬起一阵尘土，3辆印着大荒村生态农业字样的冷藏轻卡正不紧不慢地朝这边驶来。来了！王凯一声令下，几辆越野车猛地横切出去，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硬生生将3辆冷藏卡车逼停在路中央。卡车司机是个50多岁的大荒村村民，吓得脸色煞白，死死锁住车门，不敢下车。王凯拎着棒球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砰的一声砸在挡风玻璃上，蛛网般的裂纹瞬间炸开。滚下来，例行检查。我怀疑你们车里携带传染性病虾。司机哆哆嗦嗦地被拽了下来，王凯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到卡车尾部，一挥手，把门给我撬开。徐董说了，要是发现虾，连车带货全给我砸了，算在白水村的烂账上。几个马仔立刻拿着撬棍上前，嘎吱几声刺耳的金属摩擦音后，冷藏车厢沉重的大门被强行拽开，一股冷气扑面而来。车厢里整整齐齐的码放着上百个蓝色的水产转运桶。200块1斤的虾是吧？今天全他妈变成死泥鳅！王凯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快意，他一跃跳上车厢，抡起棒球棍，对准最前面的一个蓝色大桶狠狠砸了下去。塑料桶4分5裂，里面的液体如同瀑布般倾泻而出，溅了王凯一身。没有虾，连一根虾须都没有。
满地流淌的只有带着浓烈咸苦味的黄褐色泥水。王凯愣住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像条疯狗一样冲向其他水桶，一连砸开10几个，全是一模一样的盐碱地黄泥水。王凯一把揪住那个吓得发抖的司机，目眦欲货呢？大黄村的虾呢？陈默把货藏哪儿了？司机结结巴巴地说道：“陈总说，让我们今天拉着这些废水去市里的化工厂做净化处理，没说拉虾呀。”就在王凯浑身发凉，意识到自己被耍了的瞬间，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徐海成打来的。电话刚接通，徐海成那仿佛能杀人的咆哮声就震碎了王凯的耳膜。王凯，你是个瞎子吗？沉默的10吨虾，半个小时前就已经活蹦乱跳的送进了鼎石轩的后厨。周红那个老狐狸现在正准备开品鉴会，整个省城的高端圈子都轰动了。你的人在哪儿吃屎呢？王凯如遭雷击，这不可能！全省的冷链物流车队和高速路口都有我们的眼线，他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啊！他没插翅膀，他走的是高铁生鲜专列。徐海成在电话那头砸碎了什么东西，气急败坏地吼道：“高铁生鲜专列！”这几个字像一把大锤，狠狠砸在王凯的脑袋上。此时此刻，省城高铁南站的货运月台上，我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正看着工人们将最后一批装载着水晶虾的恒温航空箱从高铁货运车厢里卸下来，平稳地移交给鼎石轩的冷链接驳车。周红站在我旁边，看着那些在透明恒温箱里张牙舞爪的极品虾，激动得满面红光。老弟，你这招暗度陈仓玩得太绝了！徐海成那老东西以为把控了公路和货运站就能拿捏你，他做梦都想不到你居然能搞定铁路局的极速生鲜专线。周红冲我竖起大拇指，我掸了掸袖口上的灰尘，语气平静。徐海成是个土皇帝，他的眼界只停留在占山为王、设卡拦截的流氓阶段，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物流网络。我以前在电商巨头做供应链架构师的时候，参与搭建的就是覆盖全国的高铁与航空冷链网。只要利润空间足够大，200块1斤的水晶虾绝对撑得起这笔运费。我随时可以调动最高级别的物流资源。徐海成想用几辆破面包车和几个混混去拦截国家级的基建运力，简直是螳臂当车。周总，货安全送到了，后续的市场炒作就看鼎石娟的了。放心吧，过了今晚，全省的高端食客都会知道，除了澳龙和帝王蟹，还有一种顶奢食材叫大荒村水晶虾。徐海成手里的那些高端海鲜配额马上就要缩水了。我点点头，正准备离开，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来自法院的公开拍卖短信推送。因为无力支付徐海成集团的1500万违约金，白水村的所有集体资产，包括我出资建设的那套活氧冷链基站以及800亩水塘的承包权，正式进入强制拍卖流程，底价200万，刚好是我当初垫资的那个数目。我看着手机屏幕，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徐海成，你抢白水村的盘子是想切断我的退路，现在该轮到我来抄你的底了。我拨通了李建国的电话。李叔，账上的钱准备好了吗？明天穿身体面的衣服跟我去一趟市法院，咱们去把白水村合法的买下来。好，小陈，我都听你的。挂断电话，我抬头看着省城灰蒙蒙的天空，眼神中透出刀锋般的锐利。商战的绞肉机才刚刚启动，徐海成这只是个热身。是3号拍卖厅，冷气开得很足，但坐在后排的刘广生和赵强却满头大汗，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短短几天时间，这2个曾经在白水村作威作福的男人，此刻头发花白，眼窝深陷，仿佛2具行尸走肉。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今天的这场资产拍卖会上。如果白水村那800亩水塘和冷链基站能拍出个高价，比如1000万，那他们欠徐海成的违约金就能少还一大半。只要不被逼上绝路，哪怕下半辈子去捡破烂，也比现在随时面临牢狱之灾要强。这时拍卖厅沉重的大门被推开，徐海成在一群黑衣保镖和西装律师的簇拥下，如同巡视领地的君王般走了进来。他冷冷地扫过缩在角落里的刘广生和赵强，眼神就像在看2只可以随时碾死的臭虫。就在他准备入座前排 VIP 席位时，目光突然一凝，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已经端端正正地坐着了。旁边是换了新衣服但依然局促不安的大荒村老村长李建国。徐海成停下脚步，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轻蔑。你就是陈默，靠着耍点小聪明上了高铁专线，就把自己当盘菜了。哼，年轻人，生鲜这趟水不是赚了400万就能来搅和的。我连站都没站起来，只是微微侧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位垄断了全省70%渠道的水产大佬。徐董说的对，水确实深，所以容易淹死那些自以为是的大象。徐董今天来是想收网，把白水村的资产底价吃进肚子里。是又怎样？今天这盘子底价200万，我徐海成要定了。在省城，我看谁敢举牌跟我抢。你手里那区400万现金最好捂紧点儿，
别到时候连大荒村的棺材本都赔进去。那就拭目以待。我平静地收回目光，不再看他。上午10点，法锤敲响，拍卖正式开始。现在拍卖的是白水村集体名下的800亩水产养殖塘承包权，以及一座占地2000平米的冷链基站。由于该资产处于债务冻结状态，现进行强制法拍，起拍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拍卖师干练的声音在厅内回荡。后排的刘广生双手死死抓着前排的椅背，指甲都快抠断，嘴里神经质地念叨着：“拍高点，求求你们拍高点。”王凯坐在徐海成身边，连牌子都没举，只是懒洋洋地喊出了底价200万。全场死寂。那些原本来凑热闹的商人们看到是徐海成的人出价，纷纷眼观鼻鼻关心，像缩头乌龟一样成了哑巴。谁会为了一个破烂村子去得罪省城的地头蛇？拍卖师开始倒数，200万一次。刘广生和赵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发出了绝望的呜咽。200万，这意味着他们还要背负1300万的天价巨债，永世不得翻身。就在这时，一个清冷平稳的声音在第一排响起：210万。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的身上。我缓缓放下手里的号码牌，面无表情。徐海成眉头猛地一皱，转头死死盯着我。王凯更是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指着我骂道：“你诚心捣乱是不是？就凭你也配跟徐董抢？”法拍讲究价高者得，王总这是在蔑视法庭规则。徐海成冷哼一声，冲王凯使了个眼色，他决定用钱直接碾死我。王凯直接加价：300万，310万，400万，410万。价格一路飙升，后排的刘广生和赵强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狂热的希望。对，就是这样，咬死他，最好拍到1000万。当王凯气急败坏地喊出490万时，我手里的底牌其实已经不够了。徐海成看出了我的虚实，他冷笑一声，亲自举起牌子：500万。陈默，你不是要护着你亲手建的冷链吗？有种继续加呀！老子今天就用钱砸死你！我缓缓转过头，看着满脸嚣张的徐海成，突然笑了。我放下了手里的号码牌，靠在椅背上，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拍卖厅。徐董真是财大气粗。不过在您付钱之前，我有个善意的提醒：您的法务团队今天早上看是环保局的内部公告了吗？徐海成愣住了，他身后的首席律师脸色骤变，赶紧掏出手机疯狂刷新页面。王凯厉声喝道：“陈默，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白水村为了追求产量，违规使用了极其劣质的化工下脚料作为饲料，再加上大规模爆发的黑鳃病，就在昨晚，市环保局的连夜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那800亩水塘的底泥里，氨氮和重金属严重超标，已经被定为重度污染水源地。我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在厅内炸响。我看着徐海成渐渐铁青的脸庞。根据环保法新规，这800亩水塘必须进行强制生态修复，修复完之前不得进行任何养殖活动。而修复底奴的工程费用，初步预估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且这笔费用由接盘的产权人全额承担。我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冷。也就是说，徐董花500万买下的不是一个聚宝盆，而是一个必须倒贴1000万进去的毒坑。恭喜徐董！你放屁！他身后的律师满头大汗地将手机屏幕递到了他面前，上面赫然是环保局刚刚发布的红头文件，一切都和我说的一字不差。徐海成浑身的血液瞬间凉透了。如果他买下这块地，不仅要花500万，还要再倒贴1000万的修复费，而他最需要的养殖基地，可能几年内根本用不了。这简直是个天坑！台上的拍卖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按照流程开始倒数：500万一次，500万2次。徐海成的律师急得大吼起来：“等等，这属于标的物重大瑕疵隐瞒，我们撤回报价。”法庭经过紧急商议，鉴于环保文件的突发性，允许徐海成撤回那赌气般的500万报价。此时全场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出价，谁会去接手一个要赔1000万的毒坑？后排的刘广生和赵强彻底崩溃了，他们绝望地嚎哭起来。这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不仅一文不值，甚至成了累赘，他们连那200万的抵扣额度都要失去了。就在法官准备宣布流拍的最后一秒，我再次举起了手里的号码牌。既然没人要，那我出200万底价。全场震惊，李建国更是吓得一把拉住我的袖子：“小陈，你疯了，那是个毒坑啊，你要赔1000万的！”徐海成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随即爆发出一阵充满恶毒的狂笑：“陈默，你脑子进水了，花200万买个废地，还要倒贴1000万，好得很！我今天就眼睁睁看着你破产。200万3次。成交。法锤重重落下，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径直走到徐海成面前。面对他看死人一样的目光，我微微凑近他的耳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了一句话：“徐董，你是不是忘了我在大荒村用的技术叫什么？”徐海成脸上的狂笑猛地僵住。微生态活水循环降解算法，
别人要花几年砸1000万才能清理的毒泥，我的系统接通进去，只需要半年多，就能把毒素全部转化为底质生物的养分，不仅不需要花1分钱，这800亩地几个月后就能成为我第2批水晶虾的超大型孵化场。还得谢谢徐董的高抬贵手，让我用白菜价完成了基建扩张。徐海成倒抽了一口凉气，脚步踉跄了一下。如果不是王凯扶着，他几乎要跌坐在椅子上。他引以为傲的资本运作，在这个懂技术的年轻人面前，被当猴一样耍得团团转。徐海成眼珠子憋得通红。陈默，你找死！我没有理会他的无能狂怒，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拍卖厅。阳光刺眼，但好戏才刚刚过半，拿下了白水村的底盘，大荒村的产能将暴增10倍。但我知道，被彻底激怒的徐海成绝不会就此罢休。当天下午，省城所有的海鲜批发市场和生鲜渠道商同时收到了一条来自徐海成集团的死命令。一场血雨腥风的商界绞杀彻底拉开帷幕。9月，秋老虎的余威依然毒辣。大荒村新建的联合生态基地里，气氛却如坠冰窟。老村长李建国拿着一本皱巴巴的电话簿，手抖得连老花镜都戴不稳。整整1个上午，他打遍了全省20几个大型生鲜渠道商的电话。老李啊，不是兄弟不帮忙，徐海成发了话，谁敢进你们大荒村一只虾，明天就断了谁家所有的进口海鲜配额。我们一家老小还要吃饭，惹不起啊！李建国绝望地挂断最后一个电话，眼圈通红地看着我。小陈，全完了，省内的路全被徐海成堵死了。咱们刚刚接手了白水村的800亩水塘，产能翻了10倍，每天光是虾苗和水电的消耗就是个无底洞。要是卖不出去，咱们撑不过半个月呀！我坐在一旁，手指飞快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击着代码，连头都没抬。慌什么？省内的池塘太小，本来就装不下我的灰土。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响了，是鼎石轩的采购总监周红。电话一接通，周红的声音透着浓浓的疲惫和愧疚。陈老弟，对不住了，徐海成那老王八蛋掐断了我们集团的高端海鲜供应链，大老板扛不住压力，刚刚下了死命令，必须和你终止合作。合同我会按照规定走流程，赔付你200万的违约金。老弟，哥哥没用，护不住你这块金字招牌了。周红的声音里满是憋屈。作为最懂食材的行家，眼睁睁看着极品水晶虾被资本强行封杀，这种感觉比杀了他还难受。我敲下最后一行回车键，屏幕上一个名为极光星链的物流调度系统进度条瞬间拉满到100%。老周，我不怪你。我端起手边的黑咖啡喝了一口，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指。不过作为朋友，我给你个忠告，趁早跳槽吧。鼎石轩向资本妥协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被踢出国内最顶级的餐饮牌桌了。挂断电话，我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闪烁着绿光的数据节点，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徐海成以为掐断了省内的批发商和连锁酒店，就能把我困死在大荒村。他是个玩传统渠道的土霸王，根本不明白，在真正的数字化供应链架构师眼里，传统的层层分销模式早就是一堆该进垃圾桶的破铜烂铁。我合上电脑，站起身。李叔，通知所有工人，今晚8点开始大规模起网捞虾。捞虾？捞上来卖给谁啊？周老板都毁约了，卖给全国。我走到墙边的巨幅全国地图前，拿起红笔，在省城高铁枢纽站、国际机场以及周边3个省会的超一线城市画了几个重重的圈。既然徐海成把省内这口锅砸了，那我们就掀了这块天花板。当晚10点，徐海成集团总部顶楼，徐海成端着一杯红酒，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省城的夜景，心情大好。徐董，都办妥了，最多撑个10天，他的资金链必断，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去收尸了。年轻人就是气盛，不懂得低头。徐海成轻蔑地笑了笑，去放话给陈默，只要他肯跪在公司门口求我，把那种水晶虾的核心养殖技术交出来，我可以考虑按10块钱1斤的废品价收他这批烂摊子。是，徐董高明。就在王凯准备转身出去办事的时候，徐海成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专线突然凄厉地响了起来。电话被粗暴地挂断，徐海成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桌上的内线电话、王凯的手机，甚至是徐海成的私人手机，在这一刻如同爆炸般同时响了起来。王凯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徐董，出大事了！京城的长安俱乐部、航空公司的头等舱餐饮部，还有魔都最大的私董会餐厅，全都打来电话要解约。他们说找到了比我们更好、更稳的活养直达生鲜供应商。是谁？那个供应商是谁？王凯咽了一口唾沫，声音颤抖。星链生鲜，法人是
沉默。徐海成手一松，整个人后退了2步，猛地撞在办公桌上。他终于明白沉默那句“水深淹死大象”是什么意思了。沉默根本没有去找任何传统的2道贩子，他利用前大厂供应链架构师的背景，直接写了一套云端职工系统，对接了全国最高端的高铁和航空冷链，绕过所有中间商，从原产地水塘直接空投到全国。这根本不是商战，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一度的急火攻心之下，徐海成只觉得喉咙一甜，一口鲜血直接喷在了昂贵的地毯上。短短1周时间，省城的生鲜版图发生了堪称12级地震般的裂变，失去全国顶级餐饮客户的背书，徐海成集团的资金链瞬间断裂，银行疯狂抽贷，供应商挤兑，曾经不可一世的水产帝国，就像一座被抽干了地基的大厦，摇摇欲坠。而更惨的是白水村的人。省城徐氏集团总部大楼下，几名保安挥舞着黑色的橡胶防爆棍，将一群衣衫褴褛、面容枯槁的人狠狠砸翻在地。为首的正是刘广生和赵强。封条昨天已经贴在了他们每家每户的大门上。白水村的集体资产只拍出了200万的底价，扣除这些，他们依然背负着徐海成集团高达1300万的巨额债务。走投无路的村民们只能像乞丐一样徒步走到省城，跪在徐氏集团楼下，祈求徐海成能网开一面，免了那些要命的违约金。王总，你行行好，滚开，别弄脏了老子的衣服。王凯烦躁的一脚将刘广生踹开。此时的王凯也早就没了往日的嚣张，他眼窝深陷，满嘴燎炮。集团现在自顾不暇，徐海成这几天在办公室里砸烂了不知道多少东西。他现在看到白水村这帮丧门星，就觉得极其晦气。是你们徐海成社区坑我们，那冷链设备本来没问题，是你们故意拿免运费的幌子挖坑，要推我们的村子，现在把我们害得倾家荡产，想要钱没门儿。行啊，你们这群蠢货除了会捣乱还能干什么？给我打，只要别弄死，往死里打，把腿打折，让他们下辈子都在轮椅上要饭还债。10几个保安举起沉甸甸的橡胶棍，如狼似虎地扑向了手无寸铁的村民。棍棒到肉的闷响声、惨叫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广场。就在白水村的村民们被打得奄奄一息，陷入彻底的绝望深渊时，一阵低沉而狂暴的引擎轰鸣声突然由远及近地传来，紧接着整整10辆重型冷链车如同钢铁巨兽般驶入了徐氏集团的总部广场，将大门和所有出入堵得严严实实。车厢上极光星链4个巨大标识在阳光下刺得王凯睁不开眼。随后一辆黑色的迈巴赫稳稳停住，车门缓缓推开。我走下车，眼神冷漠地扫视着眼前这出狗咬狗的闹剧。跟在我身后的是大荒村的老村长李建国以及几个身强体壮，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成为星链物流区域主管的大荒村年轻人。他们西装革履，精神焕发，和地上像烂泥一样挨打的白水村村民形成了极其惨烈残酷的反差。躺在血泊里的赵强艰难地抬起头，当他看清我的那一刻，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中，眼底的绝望瞬间被无尽的悔恨和不可一世淹没。陈默，小陈，陈总，你来救我们了，对不对？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你帮我们把债还了吧。我们回白水村，我们重新给你养虾，不，我们给你当狗都行啊。我低下头看着他那只试图抓我裤脚的脏手，微微后退半步躲开了。刘主任，你耳朵聋了吗？我早就说过，我再回白水村是以资产持有人的身份去接盘的，不是去做慈善的。我转过头看向广场上那些噤若寒蝉的保安和面如死灰的王凯。怎么停手了？继续打呀！徐氏集团不是喜欢暴力催收吗？王凯浑身一抖，手里的对讲机啪地掉在地上。他现在哪里还敢动我？全省的商圈都知道，陈默现在是全国顶级生鲜渠道的活财神，手握一张直达云端的超级物流网。只要他随便动动嘴皮子，那些等着水晶虾下锅的大佬就能把徐氏集团活埋了。王凯结结巴巴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陈总，闭嘴！你不配跟我说话。让徐海成滚下来！这时，人群后方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徐海成在几个高管的簇拥下，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短短几天，他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头散乱不堪，眼底全是红血丝，整个人仿佛老了10岁。陈默，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次算我栽了。我承认我低估了你的降维技术。这样，我们做笔交易，你注资入股我们集团，利用我的线下仓储网和你的线上活水物流，我们联手。至于白水村欠的1300万烂账，就当我的见面礼，直接一笔勾销，怎么样？听到一笔勾销4个字，地上的白水村村民全都停止了哀嚎，眼巴巴地看着我，连呼吸都停滞了。只要我点个头，他们就能从万劫不复的地狱回到人间。我静静地看着徐海成，突然笑了，笑声越来越大，透着彻骨的嘲弄与冰冷。徐海成，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我要的是你的毁灭。
你拿一个快破产的烂摊子跟我谈联手？我转过身，从身旁李建国手里的公文包中抽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毫不留情地甩在徐海成的脸上，纸张散落一地。你要的生鲜市场，我已经全吃下了。至于你刚才说的交易，我今天来根本不是来谈生意的。徐海成低头看向地上的文件，当他看清第一页标题的那一刹那，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骨头，双腿一软，竟然直接跪在了地上。那是一份包含着无数转账记录、阴阳合同底单的铁证。我是来向经侦大队和税务局实名举报徐氏集团涉嫌联合诈骗、签订阴阳合同、巨额偷漏税以及雇凶寻衅滋事。伴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广场外围震耳欲聋的警笛声由远及近，6辆车呼啸而至，彻底封死了徐氏集团的最后一条退路。真正的绝杀终于降临，伴随着冰冷的手铐声，徐海成和王凯被押上了警车，等待他们的将是经侦大队漫长的审查和牢底坐穿的结局。徐氏集团的资产被全面冻结，曾经在商界呼风唤雨的水产大佬，在一个下午之内灰飞烟灭。3天后，白水村8月的骄阳依旧毒辣，空气中弥漫着死虾腐烂后令人作呕的恶臭，水塘表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油油的毒藻。曾经生机勃勃的村庄，此刻就像一片被瘟疫洗劫过的死地。几辆越野车稳稳地停在了村委会大院门前，车门打开，我踏上了这片我曾经付出过无数心血又被无情驱逐的土地。大院里乌压压地瘫坐着上百号白水村的村民，他们再也没有了当初分钱时的狂热与嚣张，每个人都灰头土脸，形如枯槁。徐氏集团虽然倒了，但法院的判决不会改变。白水村的集体资产已经被拍卖抵债，而他们个人名下的房屋和存款依然处于随时被清算冻结的边缘。人群最前方，刘广生吊着一只打着石膏的胳膊，赵强则因为断了肋骨，只能痛苦地佝偻着腰。看到我走过来，他们浑身猛地一颤，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一丝不切实际的奢望。撕了！我偏过头，对身旁的大荒村年轻人吩咐道。几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立刻上前，将村委会大院门上冷链基站大门上的封条一把撕下。紧接着，他们拿出崭新的钛合金招牌，用电钻嗡嗡地固定在墙上。招牌上写着几个冰冷的大字：极光星链第2活体繁育基地。刘广生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在2个村民的搀扶下勉强站了起来，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讨好笑容。陈总，您这是把村子买下来了？那咱们是不是又能像以前一样跟着您干了？广生叔，你可能对买下来这个词有什么误解。200万底价，我买下了这里所有的水塘承包权和冷链基站的使用权。也就是说，从今天起，白水村这800亩地，每一滴水，每一根草，包括你们脚下踩的泥，都姓陈。我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厚厚的劳务合同，随手扔在他们面前的地上。徐氏集团进入破产清算，你们那1000多万的违约金烂账，法院暂时中电了强制执行，你们不用马上睡大街了。但我这里从来不养闲人。我指了指远处那几百亩散发着恶臭的毒水塘，声音冷得像淬了冰的刀子。因为你们为了省钱，乱用劣质化工饲料，这些水塘的底泥已经重度污染。我的微生态循环系统要进场，必须先把表面30厘米的毒泥全部人工清理掉。800亩毒泥，挖掘机进不去，我要你们一点一点给我挖出来，搬运到指定的净化池。工资按市面最低标准的计价算，1天100块，包一顿午饭。此话一出，人群中顿时炸开了锅。1天100块，还要人工挖毒泥，那你臭的能熏死人啊！陈默，你这比地主老财还黑啊！我们好歹是你长辈，你这是把我们当畜生使唤！赵强也红了眼，捂着断裂的肋骨吼道：“姓陈的，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我们不干了，我们出去打工。”出去打工？我突然笑出了声，笑声中充满了悲哀与嘲弄。我拿出一份征信名单，对准了他们：“你们所有人现在都是法院挂牌的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俗称的老赖。你们买不了高铁票，坐不了大巴，甚至去镇上任何一家正规工厂应聘，只要一查身份证，别人就会把你们赶出来。你们连银行卡都办不了，拿什么出去打工？你们现在就是社会上的隐形人，除了我这里，全省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敢要你们。你们不是喜欢讲现实吗？这就是现实。”全场死寂，只有风吹过烂泥塘的呜咽声。所有的尊严、侥幸和贪婪，在这一刻被我用最冰冷的数据和规则碾得粉碎。刘广生双腿一软，再次跪倒在地上，老泪纵横。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初为了那点蝇头小利，究竟卖掉了多么宝贵的自由。我签。一个干瘦的村民颤抖着手，捡起地上的合同，按下了血红的手印。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很快，几百名村民排着队，犹如行尸走肉般签下了这份堪比卖身契的劳务合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收起合同。很好，既然签了字，就要守我的规矩。
你们以前那种磨一工偷工减料的臭毛病，最好给我收起来。我打了个响指，几辆货车的车厢打开，大荒村的工人们搬下来一箱箱黑色的电子设备，那是一个个类似运动手环的东西。我拿起一个手环，冷冷地宣布了接下来的管理规则：这是星链系统配套的生物体征与 GPS 定位手环，每个人必须全天候佩戴，它会实时监控你们的心率和所在位置。如果在工作时间内，系统检测到你们的心率低于正常劳动文值超过10分钟，或者离开规定的轻淤区域，系统会自动扣除你们当天的全部工资。如果有人敢破坏手环，或者在清淤过程中偷懒导致毒泥残留，我会直接以破坏企业核心生产设备的罪名报警。徐海城在里面挺寂寞的，你们大可以进去陪他。数字化的监控，毫无人性的算法管理，这就是我给这群曾经背叛我的白水村村民量身定制的无期徒刑。看着那些村民颤抖着戴上冰冷的黑色手环，仿佛戴上了沉重的电子镣铐，我转过身准备返回省城。这里的基建已经不需要我操心了。2个月后，凛冬已至，白水村那800亩重度污染的水塘已经被3米高的通电铁丝网彻底封闭，寒风呼啸，夹杂着冰冷的雪花。刘广生和赵强穿着破烂的防水胶衣，正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烂泥里，机械地挥舞着铁锹。他们曾经养尊处优，吃回扣，吃得满脑肥肠的身体，此刻枯瘦如柴，脸上布满发紫的冻疮。赵强手腕上的黑色监控手环突然发出尖锐的红光，一旁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立刻传出毫无感情的 AI 合成音。编号007，赵强，心率跌破劳动阈值，警告一次，今日若未能完成3吨清淤指标，破除全部口粮，并进行末位淘汰清算。听到末位淘汰4个字，赵强吓得浑身一个激灵，像疯了一样拼命往手推车里铲除那些散发着刺鼻化学气味的黑泥。他不敢停，连喘息都不敢。在这里，我给他们制定了一套极其残酷的无限流生存游戏规则。在这个被铁网封闭的真实副本里，每天的清淤量就是他们的生命值，达标就能换取1顿热腾腾的糙米饭和一间有暖气的集体板房，不达标就会被扣除生存积分，赶去没有屋顶的废弃砖窑里挨冻。而一旦积分清零，他们将被彻底剥夺这份唯一能让他们在这严冬里苟活的工作，直接扔出铁网，面对老赖寸步难行的绝望社会。我不想死，我不想被赶出去。刘广生一边流着浑浊的老泪，一边用冻僵的手指抠着板结的毒泥。他们就像是一群永远被困在死亡循环里的低级 NPC， 每天为了最基础的生存指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没有休息，没有尊严，用下半辈子的每一滴血汗为他们当初那愚蠢透顶的贪婪和背叛支付着永无止境的利息。这时，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了铁网外，我走下车后，李建国带着几个高管恭请地迎了上来。陈总，白水村毒泥清理进度比预想中的要快很多，用不了半年就能开始投产。大荒村第2代水晶虾的定向基因繁育已经完成，第一批200吨极品现货已经装上了我们新收购的远洋恒温运输船。我扫了一眼已经看不出原样的白水村的村民们，淡淡的点了点头，干得不错。隔着50米开外的通电铁丝网，刘广生和赵强似乎听到了动静，他们抬起沾满恶臭黑泥的脸，呆呆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嫉妒，没有了仇恨，甚至连乞求都没有了，只剩下麻木与敬畏。我没再看他们，转身上了车。不久后，一架飞往海外的专机起飞，我即将奔赴新的战场。